刘总好。属下，郑总那边催得紧，系统这周能交付吗？能交付，那我得提醒你，这个系统是用于评估砍伐杨树林的。嘿嘿嘿，做生意嘛，别那么较真儿。刘总，我必须较真，因为这片林子是我爸种的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跟我去趟办公室。你说怎么回事？刘总生气了。云之夏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项目我不做。不做了？得罪了邓世昌，在这个行也行。刘总，您好像搞错了一件事，不是我求您给我工作，而是您需要我的技术。没有我的核心算法，您交不了差的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你是在威胁我？是通知，昨晚我已经把核心代码格式化了，您手里那份用不了。这说的就是他，怎么就这样？就他。林子保住了，但我成了罪人。爸，我会回去的。家人们，今天出发目的地额济纳杨树林，距离3200公里。姐姐真辞职了，牛逼呀！林之夏，你真敢胡闹！年薪40万不要了，你敢回杨树林，就别认我这个妈！妈，我不是胡闹，爸欠的我来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你还得起吗？你爸他就是个逃兵。妈，我爸不是逃兵。我不仅要去还债，我还要替爸讨个公道。您有新的快递已发出，您有新的快递已发出。你有新的快递已发出。妈，这些东西肯定比我先到啊！嘴硬心软。路上慢点看，西线有沙尘暴，走南线。这是谁？他怎么知道我的路线？你是谁？大哥，你都刷了500多天了，别再刷了。那就和我连线。主播不连线，你是知道的。谢大哥，但规矩不能破。哎呦，大哥好执着啊！沙尘暴半小时到，开快点，过了浮沙区就好了。这个人连时间都算得这么准。姐姐这么早开播啊？睡不着，等着看日出。哎呀，好浪漫呀！以前熬夜加班被迫看日出，今天是我自己要看，所以空气是甜的，太阳是暖的。暖吗？气温零下5度，别着凉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位置？
护林员，这条路我跑了10几年。家人们，我好像被跟踪了，有人知道我的实时位置，谁透露了我的消息？不是我，绝对没有。细思极恐啊！姐姐小心！你认识我？神神秘秘的。连信号都吞了。百姓在，路就在，程序员核心素养，找到基准线。不是吧，图图啊，你可别这个时候掉链子。首战告捷，图图，你真是我好兄弟。兄弟，你也太娇气了。进去口清了之后，跑30公里就好，别担心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实时位置？你车子的型号、颜色、车牌号，包括进气口位置，所有护林员都知道。所有的护林员都能知道。我真的被人跟踪了。爸，你要保佑我平安到达。姐妹们，继续我们的旅途。过了风沙区就好了，注意安全。这两个人说话好像……5岁的时候，我在这里生活，爸爸在林场种树。22年后，我又回来了。好看，好感动，好羡慕啊！你在哪儿？一间房没有，这几天护林员培训全住满了，全满，连员工宿舍都塞了人。你有没有提前预定？那附近还有住的地方吗？最近的宾馆离镇上50公里，要不你打电话问问。算了，我睡车里吧。你是林卫国的闺女？你认识我爸？不认识，听人说过你长得像你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晚上更冷，戈壁滩晚上能冻死人。快走吧，你在车里啊多盖点。家人们，看星星了。欢迎回家。到了就好，早点休息。两个人，还是同一个人？明天别乱跑，林场深处有段路不好走，我带你。这到底是谁啊？连明天的行程都要管。你别死啊！我还没有创业呢，不能先撞了人啊！完蛋了，没信号，没信号！你挺住啊，我自己来了。你想掐死我呀？你没死啊你！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死不了，就是有点头晕。你认识去医院的路吗？我送你去。不用，创可贴就行。你开车技术可是真差。不行不行，你必须去医院，你后脑更严重，
万一有后遗症，我负不起责任。快走！轻微脑震荡，死不了，观察1晚上就可以出院了。他是你什么人啊，姑娘？装的人。你还算老实的，搁别人早跑了。好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我以后还要在这混。榜一大哥今天怎么没打卡呢？1年都没断过，今天怎么断了？这叶子。时间对得上，他住院了，榜一大哥就不见了，护林员也不发消息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椅子倒了。你一直在这，我怕你有后遗症。不用，你走。不行，万一你失忆了，赖上我咋办？跟我那张一模一样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钥匙。啊？昨晚你没怎么休息好，而我对这里的地形和路况很熟悉，还是我来开车。那你的摩托车呢？同事昨天就送去修理厂了，你以为还能骑啊？这么严重吗？你以为呢？林子里可没有红绿灯，开山路要打起12分精神，慢慢练吧。知道了，我的车叫图图，归途的途，你们磨合一下。嗯。你对这车挺熟啊？越野车都差不多。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护林员，不明显吗？明显。我过来的时候，有个标注护林员的号码一直给我发消息，提醒我走哪条路。那个人是你还是你同事？你口袋里是什么？没什么。那是杨树叶吧？这是什么？替一个小丫头留的。什么小丫头？5岁的小丫头。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叶子，有好看的替她留着。我答应了，所以每年我都会挑个好看的塑封，替她留着，藏在这里。你是那个带我捡叶子的大哥哥。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可我连你的名字都忘了。陈宇，现在记住了。姐妹们，帮我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大哥。侧脸好帅，眼睛像。看看手机。陈宇，手机能借我打个电话吗？我手机快没电了。你骗了我1年多。没骗，是你没问。我问了，我问你是不是把消息告诉了护林员。
那不算味儿。我说连线，你从没答应我。我又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不和任何人联系，你是知道的。买别的，你看不到；买别的，你看不到。你这个人烦死了。陈宇，以后别用陌生号了，就用杨林兔子，我不拉黑你了。哎呀哟，新来的吧？知道这是谁照的吧？不知道，你哪位？我老嘎子，这片我说了算，收保护费，1个月5000，保你平安啊！5000？钱少可以谈嘛。不，先生，就是想让直播间的家人们认识认识你。家人们，这位大哥说他要收保护费，1个月5000，大家说这合理吗？你干啥呢？关掉！别急啊，我直播间上万人，一路看着我开过来，当然要认识认识你了。开玩笑，妹子，我老嘎子就喜欢开玩笑，没恶意。我知道你是开玩笑，那就请回吧。路上慢点，风沙大。那就请回吧，路上慢点，风沙大。哼，行，等着，这片地儿不是你说了算。走。这种人就得用镜头治，见光死。你体力了？那必须啊！程序员的核心素养永远用Plan B。进来看看吧。喂，郑总，那丫头不好对付呀。李知夏，签个字儿，东西齐了。我没买这么多东西啊。地址对了，跑了10年了，头一回见这么多箱子。我老妈真是，我又不是来开店的。哎，你妈挺好的。把核心技术交出来，不然在行业你别想混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林之夏，把朋友圈给我删了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对公司的影响有多大？投资人那边已经打电话问了。那您当初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影响啊？我那是气话。气话？那您先道歉，我考虑删。刘总，别为难，发消息就行。你不是说道歉就删吗？对方已经道歉，但是我决定不删，留个纪念。程序员的核心素养，文字游戏只是基础。这是一场硬仗，不能被你的三言两语给唬住。赵叔，林丫头来了，走。你爸当年，我记不清了。赵叔，我还没问呢。那你问，我爸当年到底签了什么？自己看。赵叔，
这瓶子是赵叔。赵叔，我爸失踪之前跟您说过什么？没说啥。赵叔，你这女娃娃咋跟你爸一样犟？赵叔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，我爸不能白死。如果他没死的话，你爸当年签了林纯的转让书，郑世昌逼他，他不签，郑世昌就要毁掉这片林子。你爸以为签了就能保住林子，结果被郑世昌算计了。算计什么？林子是保住了，但林权转到了郑世昌的名下，你爸成了叛徒。但后来发现郑世昌的目的是砍树搞开发，他开始搜集证据，被郑世昌发现。有人告诉我，郑世昌要杀他，所以他就死了。我帮他布的局，车祸是假的，人是我送走的。我爸还活着。我老了，脑子不好使，记不清了。你走吧。赵叔，我爸到底在哪儿？走，事情过去那么多年，别忘了，叔是为你好。走。怎么了？赵叔这个人就这样，话到嘴边就咽下去了。他说我爸还活着。你信？不知道，但酒壶上的字的确是我爸的笔迹。您先回屋。郑世昌的人竟然来得这么快。林小姐，郑总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意让我看看你们需要帮助。他有这么好心？郑总和您父亲是老朋友了，当年的事他也很遗憾。遗憾什么？遗憾林大哥走得那么早。你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郑总想投资你的生态园，资源、资金、人脉，要啥有啥。条件吧，只有一个，你手里的溯源系统授权给我们绿布西园用。你知道我爸当年签了什么吗？知道。那你告诉我。这事儿你得问他家老陈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林小姐，考虑考虑，郑总说了，3天之内给答复。他说的老陈是谁？我爸。陈远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不是现在的事。那是什么时候？你确定想知道？我确定。22年前，我爸打伤了你爸。你爸打了我爸？为什么？他没告诉我，只说挺严重的，让我替他赎罪。那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？所有人都说他死了。你信吗？你知道多久？3年前，他走之前说的。所以你来找我，靠近我，是为了赎罪。我怎麼覺得就快分離，你哭過，顯得更豔美。
陈宇，你个混蛋！妹子，上次的事还没完嘞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收保护费呀！上次你开直播跟个日了，这次你把直播关了，咱好好谈谈啊。这才对嘛，1个月5000不过分。我没钱。那你这里就不要开了，给我打！陈宇，你疯了吧？你爹打他爹，你身子护着他，你脑子有病吧你？我爹欠的，我还你，谁敢动他，我绝不客气。行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我们走。哎呦，操！去卫生院。不用你管。你膝盖流血了。我说了，不用你管。妹子，对不住了，有人出钱给办事，给我砸！你们敢！谁再敢向前走一步，都别想再活着出去。陈宇，你为了他命都不要了。说过，我爹欠了的，我还。好，我们走。走。我说了不用你管。2次叠加，你自己处理不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别再动了，有什么事养好伤再说。你爹欠的，不需要你管。这次来不是来找茬的，我就心平气和的问你一句，你啥时候走？我不走。你不走，有人要你走，你斗不过他们。听叔一句劝，走吧。郑世昌，你爸当年也是这么讲，讲到头啥也没落下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如果你的家里人失踪20年，生死不明，你会忍下这口气吗？陈宇，你听好了。你爹欠的，跟你没关系，我不用你还债。
你也不用替任何人赎罪。你是你，你爹是你爹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说完了，你去忙吧。以后不用每天来这忏悔。明天不用送早饭了，我认识村口的店，我自己去。我守着你，不是因为要替爹还账。我爸让我替他还，但我选择守你，不是因为欠，是因为什么？下半句是什么？你猜。陈远，我不猜，我要你亲口说。小时候你说过会回来的，我找你，我是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回来挺好的。为什么叼了这么多兔子啊？欠你的。这个也欠？哥哥，帮我抓兔子。不能抓，抓了兔宝宝就没有妈妈了。可我想要。明天去集市给你买。你去买了？买回来了，不过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你们都走了，以后每年都刻一个。这个最丑。哦，那个是第一个。林丫头，找着了，你爸的遗物。我翻老房子翻出来了，这箱子在柜子底下压了20多年。银子保住了，但我成了罪人。我签了50年经营权转让，爸对不起你。我爸签了，签了，不签郑世昌要杀你，你爸没得选。所以他成了叛徒，背叛了乡亲们。林丫头，你爸不是叛徒，他签了字，但他没忘。等他签完，就把协议藏了起来。他让郑世昌以为他死了，然后等了22年，就是为了有机会翻案呢。你爸没死，这22年他一直活着。他到底在哪儿？这我就真不知道了。小夏，好久不见，和你爸长得真像。郑世昌，听说你在找你爸，可以帮你。这是你拍的，你也在找他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来帮你。你爸当年跟我签的协议，我可以作废，林泉还给你，生态园也归你。代价吧。你手中的溯源系统授权给西部绿源使用，独家授权。做梦！小夏，别急着拒绝。你爸当年也这么说，但后来他想通了。我爸想通了，所以他成了罪人。陈宇，你爸当年的事儿跟小夏说了吗？
他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什么。你爸跟郑世昌什么关系？他和我爸称兄道弟。你爸不是护林员吗？怎么跟他称兄道弟？我爸是护林员，郑世昌当年还是个小商人，他想在这杨树林搞旅游，我爸帮他牵线搭桥，认识了林场的人，包括我爸。后来他们闹翻了。为什么？我爸不肯说，但他死之前只跟我说了一句：郑世昌不是人。你爸怎么死的？车祸，但我查过，那辆车的刹车被人动过手脚。你是说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我相信这不是意外。我们一起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爸车祸那天的档案。来得好快。林小姐，周围没有监控，没有拍到人，我们会继续留意，但暂时没有其他线索。就这样？目前只能这样了，有事随时打电话。我今晚守夜。不用，我装监控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出发前就买了。程序员的核心素养，永远有 Plan B， 不光有 B， 还……慢点！你爬这么高，不怕？不怕。万一我掉下去，你能接住我吗？可以。又来了。别打草惊蛇，先看清楚是谁。等等，老杆子的背，我见过，他带了很多年。你能帮我找到证据吗？不只是砸窗户的证据，是能扳倒郑世昌的证据。能。陈宇，你爸铁柱走之前让我保管他，说等他儿子来了交给他。我对不起林伟国，但我打他是为了救他。郑世昌要杀他，我打伤他，他才能被送去医院。我做的事我认，但我不是叛徒。陈铁柱，我爹不是故意打你爸的。我知道了。我爹欠你爹的，我用一辈子去还。西部绿园一直致力于生态保护。22年前，我们就和林场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共同守护这片杨树林。他真敢说。听说林卫国的女儿也回来了。林之夏小姐，请上台。别去。别担心，程序员的核心素养，就算在别人的地盘，也能掌控局势。林小姐，听说你要翻案，欢迎，我支持正义。
郑总，那您敢不敢说说22年前的林泉转让？他是这种人用的都是见不得光的手段。家人们，这位郑总说要支持正义，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。哎，郑总，我直播间上万人，您别紧张，慢慢说。哎呦，你看看，继续会后悔的。郑总说他会给的，大家等一等。那辆车从广场出来就跟上了，我下去看看。一起。谁派你来的？郑总派的我，说是要保护林小姐。是监视还是保护啊？回去告诉郑总，我不需要保护，我只需要真相。他要是心里没鬼，就不要派人跟着我。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就开直播让你上镜。滚！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们要比他更快。妹子，我知道郑世昌的账本在哪儿。明儿下午3点，老水井一个人来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可能是圈套。明儿下午3点，我去。我陪你去。他说一个人，你在暗处。哼。他不是要见我，而是为了让我来看到这一幕。我闺女肾病要换肾，所以你才帮郑世昌跑腿。跑腿的钱不够，他答应给我20万，我帮他赶走你。那你现在找我干什么？下午你也看到了，他的钱我没要。我听说你能联系上北京的医院。能，但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闺女不能有事儿啊。爸爸。哎，滚！爸爸在。我可以帮你联系北京的医院，但你得帮我一件事。是啥事儿？做我的线人。郑世昌的一举一动，我都要知道。监听器，把它放在郑世昌的办公室里。他说话我能听到。你到底干啥的？程序员，会写代码的那种。他答应了。答应了，为了女儿，什么都做。你信任他？不信任，但我相信一个父亲救女儿的决心。说，那个协议放哪了？林卫国当年签的原件，必须找到，不能让他先拿到。郑总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应该在林场档案室的保险柜里。明天一早去拿，不能让那个丫头再潜逃。协议原件在档案室的保险柜里。我们今晚就去找。是的，万一出意外，这些也是证据。程序员的核心素养，永远有 Plan B。我备份了3份录音，一份在云端，一份在硬盘，还有一份在你手机里。我手机？你什么时候弄的？之前借你手机打了电话，顺便传了一份。
你设的密码太简单了，我一次就识出来了。一次？你的生日加我的生日，你是不是傻？这就是他们要毁掉的东西。怎么回事？郑世成知道我跟你见面，被人打的，没打死，算是手下留情的。他知道了。他不知道我是你线人，他以为我就要钱了，警告了一下。对不起啊。也怪我自己，只要能帮我女儿出院，我这条命给你都行。已经联系好了，下周就能出院。闺女，你还好吧？先别查了，等我过去。妈，我没事儿，爸的事果然有蹊跷，不能停。那你去问你赵叔，酒壶里有东西。妈，你都知道。赵叔，我妈说酒壶里有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你爸22年前让我保管他，说等他闺女长大了交给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知道这水到底有多深。我爸没死，他就在杨树林。你爸没死，他一直活着。我一直不敢说，怕害了你，怕对不起你爸。赵叔，谢谢你。他们追上来了。我知道。会不会打穿啊？橡胶的不至于，但劫听怎么就不好办了。沙尘暴，进风沙去。从没这样闯过，出不来怎么办？相信我，我的 Plan B 从来没出过错。甩掉了。谢谢你相信我。不是吧？是没油了。你不冷吗？不冷。撒谎，手在抖。现在不懂了。是野狗吗？
不是，是狼。陈宇，如果出不去，你有什么遗憾？没娶你。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不用忍，以后都不用。这是我看过第二好的日出。那第一好的呢？小时候沙尘暴那晚，你背着我跑了很远。第二天，你指着日出说：“看，天亮了。”那时候我以为是梦里的天亮了，现在才知道，是真的天亮了。郑世昌报警了，说我偷窃商业机密，现在全城都在找我。别怕，只要我们找到你父亲，他活着，就是最好的证人。好。爸。林之香，是我。有人举报你窃取商业机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有证据证明清白，这是22年前权利转让协议的复印件，上面有胁迫签署的证明。情况我们会了解，但你现在必须和我们走。他不是犯人。你是谁？他没事，我跟他们走。我陪你去。你不能去，你要帮我找人。你爸，赵医生说他还活着，他一定在杨林的某个地方。找到他，带他来见我。我答应你。走吧。走吧。陈宇，我等你。你是谁啊？林叔，你女儿在等您。还好吧？不好，她被郑世昌陷害，现在在看守所，她在等您。我不是人呐！我让他们母女搞了20多年，还把女儿牵连进来，我不是人呐！林叔，现在不是你自责的时候，你女儿正在等您去救她。带我去见她。是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一直都知道爸还活着。我让他走的，我走不了啊！郑世昌的人天天都盯着他，我没得选呀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事没打算让你知道，本来我打算带到棺材里，可是你偏要来，
偏要唱，偏要自己往火坑里跳啊！我拦也拦不住，我骗也骗不了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咋这么倔呢？跟你爸真是一模一样啊！我爸没死，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告诉我，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这是郑世昌这些行贿的记录复印件，他的秘书收集了15年，他秘书是我表妹，妈会想办法救你出去，不靠你爸，靠妈自己。妈，你好好的，妈会救你出去。林小姐，我是郑总的律师，郑总说了，只要你交出溯源系统和当初的证据，他就撤诉。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原告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有，我方申请提供一份通信记录，这是我方当事人母亲林卫国之妻在过去22年之内与郑世昌秘书的加密通话记录。记录显示，郑世昌一直在销毁林权转让协议的相关证据，并威胁林母不得说出真相。这是伪造的！郑世昌，你敢当着法官的面说这些都是假的吗？22年的记录，每一份记录都有时间印记，你可以请专家鉴定。鉴于本庭有新的证据提交，现本庭决定，被告人林之夏即日起取保候审，等待进一步调查。妈，你骂了我20多年，全是演给坏人看的吗？是，我骂你都是给他们看的。我知道，一直有眼睛盯着我们。那以后还骂吗？骂，小声骂。陈宇，我爸呢？找到了。你没死，你没死，你没死！爸没死，爸不是逃兵。那你为什么20多年都不回来呀？我活着，是因为我不能死，死了，这笔账就没人算了。我一个人扛着，至少还有个人证。这个混蛋！22年，你知道我一个人是怎么过的？你就不知道回来看看我们吗？对不起，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可是我尸体不行了，我不想拖累你们。走了。走了。证据在你们手里，我爹欠的终于还了。他爸是陈铁柱，他爹当年是救了我，他不是打我，是救我呀。我知道，打你是为了让郑世昌知道你不行了，把你送走。他爸欠的，他还了，可是该还的不是债呀，这个傻孩子。我要去找他。先冷静几天。就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呀。陈宇，你等着，你跑是吧？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烧自己的家？因为我不需要这个木屋了。我需要的是让郑时昌以为我什么都没有，烧了木屋。郑时昌的人就以为我跟木屋一起完了，会放松警惕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你不会同意的。程序员的核心素养
永远有 Plan B， 但有时候 Plan B 也需要牺牲一下。我牺牲了木屋，换来了翻案的机会。还有你，下次能不能提前说？下次你不是不理我了吗？好，下次我跟你说，但你不能再走了。咱们两个兄了，就等于上钩吧。录下来了。你确定他能上钩？他以为我没了证据，现在正是他最嚣张的时候。人一嚣张，就会犯错。我已经同步给了3家环保机构和新媒体，10分钟后全网公开。郑总，不好了，咱们股价掉了20%，股东们纷纷打电话，外面记者老师都填满了。谁干的？是一个环保组织曝光的，原视频好像是林之夏拍的。林之夏，阴我！郑总，这叫程序员思维。你以为我烧了证据就完了？我烧的是证据，不是脑子。野丫头，给我等着！等什么？等你来吗？我就在杨树林，欢迎光临。哼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把所有人都叫上，先把林卫国的老婆请来。是。林之夏，你妈在我手上。我不信。你不信，你听听。小夏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小夏，小夏，别管我，别管我。听到了，拿证据来换，否则你妈就别想活。城西的废弃工厂，你一个人来，多一个就别想见到你妈。郑世昌，你要是敢动我妈一根头发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全网直播。你公司的那些对赌协议、行贿记录，还有你在外面养的女人和孩子，我一个都不会落下。有种你就来，一个人。我跟你去。他说一个人。我在外面等，他看不见我。好。里面8个人都有家伙，东南角的围墙有个缺口，你能翻进去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闺女在北京的医院，手术费是林之夏垫的，她没跟任何人说。我老嘎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分得清谁对我好。这是城区布局，郑世昌的位置在这儿，你从缺口进去，能绕到他身后。西北角有个废弃的锅炉房，他妈妈可能关在那儿。谢了，我应该做的。你还真敢，跟你妈一样蠢！我来了，放人！先交证据，在这儿，放人！放人！小夏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小夏，你快走啊，别管我！小夏，快都不要管我，快走啊，小夏！小夏，小夏，你快走！小夏，小夏！你说了放人，我放了，但没说你也能走。
跟你爸一样蠢，一个人跑来送死。你爸也是一个人来的，位在这儿，跟我签的字。我跟我爸不一样，他信，我不信。现在信不信？再听听。我发了3份定位，1份给警察，1份给林业局，还有1份给媒体。现在外面至少有3个人在等着，一起来见见我。你程序员的核心素质永远有 Plan B，B 不够，还有 C。既然我完了，你也别想活！陈宇，没事，别慌。好，我成全你们，都去死！别动，站走！陈宇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死不了。我还没有娶你呢。证人，请陈述。这是22年来我给郑世昌秘书秘密通话记录，这里面有郑世昌指使销毁证据的邮件、短信、通话记录，每一份都有时间印记和 IP 地址。我的表妹在郑世昌的公司当了15年的秘书，这些是我们用生命换来的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还有当年的证人。法官大人，正是他，我这么多年承受了20年的痛苦，是他为非作歹，必须让他承受1000倍万倍的痛苦。我是林之夏的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。我是南极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，陈宇你配不上他，他拿过全国10家程序员，他的未来不在那个破林场，请你离他远点。谢谢一路支持我的人，实至名归，我的骄傲。林小姐，你现在最想说什么？我等了22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那陈宇呢？听说你们在一起了，是真的吗？他父亲的事儿，林小姐尽释前嫌了吗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那个小子又走了。陈宇，你个骗子，说话不算数。官司赢了，你该过你自己的日子了。我配不上你，走了，别找。陈宇，陈宇，你混蛋！这个床的病人呢？陈先生一大早上就去法庭了，他说下午回来换药，难道还没回来吗？爸，他终究还是逃了。他不是逃，他是不敢。不敢什么？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。你爹当年也是这样，做错了事，一辈子觉得抬不起头啊。那我就一直等，我等得起。爸，我按你说的替你还债。可我不想用命换，我想用一辈子换。可我，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真的不配？爸，
你自己刻墓碑的时候，还刻了这行。哎，这小子从小就喜欢邻家丫头，将来肯定要问。我先给他刻上。陈宇，你赶紧回来！林之夏出大事了。他怎么了？他人没事儿，但是你再不回来，他要嫁给别人了。什么？他妈给他安排的相亲，今天下午我在卫生所听说的，杨医生说的。他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生活了，我不该打扰。赵叔，你知道陈宇去哪儿了吗？没说，他只说配不上，让你别等他。好，那我就不等了。丫头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得等他，等到他自己想明白的那天。之前明明说好的，是他自己又变了。他心里放不下你，放不下就会回来。嫂子，这是陈宇让我交给你的，他说等你来了让我转交给你。他什么时候给你的？他走的那天早上。我替我爸赎完罪了，别等我，好好过。姐姐好久没有开播了。姐姐官司打赢了吗？哎呀，姐姐你哭了，这是怎么了？家人们，官司打赢了，杨树林回来了。哎呀，恭喜啊！太棒了！但我今天开直播，不是为了说这件事，我是想对一个人说几句话。陈宇，你在看吗？你说你不配，让我别等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他等与不等，你说了不算。你听好了，等得起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再约一个22年。哎呀，陈宇，你听到了吗？姐姐太勇敢了，我等得起，心里话说的太戳心了。你说你要赎罪，你去。你说你要时间，我给你。但你别替我做决定。我说你配，你就配。你给我听好，不是因为你爸是谁，也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从5岁到现在，一直都是。你小子有福气，别作。你不懂，我咋不懂了？你越觉得自己不配，他越等你；越躲他，他越找你。你再不回去啊，他等不及了，他就不等了。再说了，他已经告诉媒体了，记者都在找你，你还能躲多久？对不起，我回来就好。我陈叔，你不欠我们了，谢谢你当年救了我爸。你是看了这句话才回来的？你还是听你爸的话。
以后只听你的。再赶走，可没有直播间让你看了。不会了，心很疼。像个孩子。那个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陈宇和林之夏结婚。赵叔，你不用紧张。我不紧张，这风大冷。我不紧。你和你之前的男朋友确实分手了？什么男朋友啊？就是那个大学教授。大学教授？哪个啊？你还有几个？想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我除了上学上班，就是研究我爸的事儿，我哪有时间谈恋爱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没什么。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呀，他追了我5年，这是气急败坏了。哦，不用的，也不用核对，我信你。你是因为这个才走的呀？对不起。傻瓜，你等到今天才问？以后不会了。让我看，让我看，你一起看，快点！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听到外面有动静啊？有人值班，不用担心。我担心的就是他们。哎呦，嫂子，你这开门开得太突然了，吓死我了！害怕不走，等着挨打。自走之走，嫂子这太凶了，我哥他真承受得住吗？我们计划在杨树林边缘建一座高档的度假酒店，总投资2个亿，您只需要出地或者出钱，利润55分。这是规划图，您看看。您这个项目进入我的企业程序了吗？什么程序？我写的评估程序，任何想要合作的项目都得先进我的程序里考核。生态影响、碳排放、植被恢复方案、社区效益，一共47个指标，您能接受再谈下一步，通不过直接红牌。您这是开玩笑吧？您可以试试，您把您的项目参数填进去，再看怎么说啊。还有一个条件，利润是334，不是55。什么334？你我还有文旅。好。这也能写入程序？程序员的核心素养，先制定规则，再谈细节。前辈，西河边有人砍树。老婆，我开车去一趟。你去。知道了吗？妈又催了。他说爸的病好了很多，能带孩子。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临场还没跑顺，没空生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生孩子的事儿，你说了算。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？我的想法是先做自己喜欢的，然后才是别人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？
我真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想有人和我抢你。你连这个醋都吃啊？能不能说句实话？虽然我和他不熟，但是我不想让爸妈等太久，更不想让他们失望。你太会找借口了。家人们，我今天不做节目了，今天就坐在这儿，陪你们看看林子。杨凌风起时，昔人归故里。姐，一会儿见啊。他们说一会儿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意思。